去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们家人一直说家人睡着了，邻居觉得不对劲，怎么会有味道传出来？邻居报警，然后到了里面之后发现有遗体，我们去做遗体接运嘛，会觉得震撼是因为他的家人其实也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好几天，一直到被邻居发现有异的时候，他们才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那对我来讲说，现场其实多混乱多可怕，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可是对我们来讲说，属于人的方面，我们是最难去面对的。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是从事特殊工作的新朋友，命案现场清洁师卢拉拉。那卢拉拉强在哪呢？首先，台湾以前对于命案现场并没有专门的清洁人员，是卢拉拉看见了这个缺口，透过了各方面的学习，才成为了台湾第一位专业的命案现场清洁师。而且他的工作除了需要强大的专业、体力与勇气之外，甚至还需要安抚家属。他曾经说，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还原现场，不让家属受到二次冲击。他们扫的不只是血迹，还有人们内心的恐惧与伤痛。那因为卢拉拉在命案清洁时看过了无数孤独死当事人的困境，他还因此跟朋友一起创办过 NGO， 结合街友扶助还有这个清洁事业，让不少的街友也成为了命案现场清洁师的一员，为社会带来了更正向的循环。那虽然他因为生涯规划目前已经卸下了 NGO 的职务，但仍然持续的从事命案现场清洁的工作，也持续透过各种管道推广相关的议题，像是前阵子上架的影集《人生清理员》呢，就是由卢拉拉担任剧组的顾问。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访谈卢拉拉，请他带我们深入那些充满故事的命案现场。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手机的容量老是不够，那什么备份到硬碟又好麻烦，云端的月费又好贵，你有这样的困扰吗？那就别错过台湾团队 Mactar 研发的 QV Power 超能备份，它同时具备备份、快充、读卡3大功能，无论日常生活或是旅游，有了这一颗就能够边充电边自动备份，搭配专属 App 使用，还能够自动整理档案，避免重复备份。更棒的是，它的读卡功能更能够让你无限扩充容量，也能够自动的侦测记忆卡品质，守护你的资料。此外，它传输速度超快，还提供业界最高10年保固，更有获得苹果 M5 认证，安心有保障。现在到则下单不仅有限时超早鸟68折优惠，还附128GB 的记忆卡以及万国转接头免费送，赶快点击资讯栏抢购吧！那就请卢拉拉先跟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命案现场清洁师卢拉拉。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会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一开始我很好奇，就是听说在命案清洁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味道。那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现场它可能会有哪些味道吗？比较好形容，像排泄物，对，因为我们可能人体腐败的过世的时候，会有一些脱肛一些相关的排泄物味道会出现，还有很严重的腐败的话，很难形容的一种腥味，像我们所说的尸臭味嘛。可是尸臭味的话，其实一般人家印象里面都是臭的，可是它其实如果说像我们在现场中会发现，臭味还好处理，还可以忍受。可是另外一种味道会从臭味里面浮现出来，是一种很甜腻的一种味道，会出现在鼻腔里面。因为一般来讲，甜的话是一种比较好闻的味道，对。可是你反而混合在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反胃的感觉。像我们现场的话，还会常出现就是所谓的生活的味道。他之前可能居住在里面的时候，可能一些生活习惯，大量的厨余啊，可能衣服长时间没有盥洗啊，还有一些制造出的一些垃圾的味道会混合在一起，那大概就是我们在现场都会闻到的味道。这个会有随着时间有改变吗？例如说，可能离开的前3天，或者是前1个礼拜，然后到后面会大概通常都多久啊？通常我们的委托的时间点的话，大概都是过世大概1周，甚至到数个月以上才发现。所以味道这的话，它是会越来越重的，甚至像里面的蚊虫、昆虫这些，它也会随时间的累积，它越来越多。那到目前为止，有让你觉得最震撼的一个现场吗？我之前曾经有去一个现场，因为我虽然在做命案现场的清理或特殊现场的清洁，但是因为我以前是从事殡葬业，所以有时候一些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帮忙做遗体接运的动作。那我记得我去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们家人一直说家人睡着了，邻居觉得不对劲，怎么会有味道传出来？后来他们邻居报警，然后到了里面之后发现，有遗体，我们去做遗体接运嘛。他那时候在床上，我们把棉被一掀起来之后，发现整个身躯里面，你说过世一定会有一些失水，那些都很正常。他全身都是覆盖的蟑螂这些，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接运出来。那时候会很震撼，是说其实人在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没办法理智的去面对，说到底是死亡还是睡着，那种感觉一样。然后他们会选择是说对自己来讲比较好解释的一个理由，掩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
家人其实还跟他住在一起的吗？还住在一起。哇，哦，但他就是想要认知说他还是在睡觉。对，我们去到现场之后，后面我们要做清理嘛，那清理完之后就会发现整个现场里面全部都是蟑螂啊这些的。重点是为什么会觉得震撼？那其实这很常遇到，会觉得震撼是因为他的家人其实也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好几天。哇，对，一直到他们被邻居发现有异的时候，他们才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那对我来讲说，现场其实多混乱多可怕，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可是对我们来讲说，属于人的方面，我们是最难去面对的。那所谓的命案清洁，除了孤独死之外，也有可能会需要面对到凶杀案的现场吗？像我们的工作会分为3大类，第一个像我们刚才说的孤独死，第二种的话就是所谓的自杀或他杀的现场。第3种的话就是像囤积症，甚至有一种是叫垃圾屋。我们这归的一类就是可能现场非常的凌乱混乱，那也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状况会打在一起，可能是垃圾屋里面他过世在里面。你们都是比如说会先去评估一下，看他是哪一种状况，再决定看要怎么处理跟收费这样子吗？对啊，因为我们最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算不出来，我没有看过现场，我真的没办法确认。像有人说只有一点点而已，你要怎么收？就到了现场之后，真的没有在骗人，这跟血海一样。他说一点点，我们也曾经遇过是，他一直说很严重，他很害怕，要么过去帮忙协助处理，到现场去2滴，哇，就我们蹲下来抹掉，说算了。每个人认知不一样，真的要看过才可以了解。很好奇，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灵异事件？你所谓灵异事件呢，基本上没有遇过，除了有一些会比较难解释的现象而已。例如像门会开开关关啊，有一次去一个现场，他电话线是已经被拔掉了，都是诈骗集团打电话进来嘛。我们进到现场的时候，电话在响，后来第一次我就立刻把它挂掉。第一天去的时候直接挂掉，他就没再响了。后来第2天过去工作的时候又想起来，我直接用斧头把他电话给砸掉，受不了啊，一直在响啊，我也不敢接啊。但有遇过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然后会像刚刚这个电话声就会干扰到工作吗？还有其他可能会干扰到工作的状况吗？曾经有一次是在一个凶杀案的现场，然后他们家里有的家里可能因为信仰关系会摆念佛机嘛，我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念佛机突然响了。但突然想我们要去关掉嘛，关掉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旁边还有一个算变压器放在旁边，没有接在一起，我一看没电池，后来还是选择我把它给打坏好了。就是还是要把工作处理下去就对了。对啊。再来我们有看到就是有相关你的报道，就有提到你的背景，小时候的时候爸爸曾经跟你讲过说如果不好好读书的话，可能就要去殡仪馆工作，或者是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可能就只能去清洁队工作了。然后没想到就是你在小时候爸爸这些耳提面命之下，然后最后找到的工作却把殡仪馆跟清洁的这2件事情结合在一起。那有点好奇，你会觉得你这样的选择是一种叛逆吗？也不是叛逆，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在便利商店打工，然后那时候其实经常会遇到很多的 OK， 就立志决定我以后要从事一个工作，绝对不会有客人来烦我。那个年代资讯也没有到那么发达，那时候想说从事殡葬业，死人不会讲话，所以他不会烦我，就跑去念了生死学系，后来就跑去殡葬业工作嘛。工作以后发现我太天真了，往生者不会烦你，但家人会啊。对，以前都觉得往生者不会动嘛，我服务他 OK 就顺顺利利的这样子，也不会被客诉嘛，抱怨之类的。后来在从事殡葬业就是一直做，那时候我爸就是一直骂，全家一直骂，你怎么好好的跑去做这行？但有听说就是那时候你当礼仪师的时候，其实收入还不错，那后来怎么会想要转到遗物整理师或命案清洁呢？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在从事殡葬业，大学工作第1天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就是过世很多天才发现的一个现场。第1天那时候就默默的去那边做清洁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在正式工作，就是毕业后要入职嘛，入职第1天遇到又是过世很多天才发现的，他整个倒卧在地板上，翻过来的时候脸皮都是粘在地上这样子，身上爬满蛆。我这个工作殡葬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不断的会遇到类似的现场，一直到有一天家属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这行做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你找不到一间专门的清洁公司去帮我清？他说他不要我来清，他觉得我们去应该是做殡葬相关的工作，怎么会跑去做这行工作？我其实那时候也问过很多人，没有人可以处理，没有清洁公司愿意接，但是又发生的很频繁，应该说常遇到了。对，然后后来想说，那既然都没人做，那我来做好了。那做命案清洁跟一般的清洁，你觉得最大的差异会在哪个地方？清洁它对我们而言，它算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在里面现场的话，还要去做遗物的整理、味道的消除，还有环境的清理，这3项。这3项的话是伴随着我们所谓的命案清理的一个工作的内涵，另外还会伴随着像很多的像拆除、搬运，甚至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所谓的委托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协调。
那你要去工作的时候，装扮会长什么样子啊？有什么是一定需要带的吗？装扮的话，其实像我现在身上的服装，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衣服，然后我们会依现场的需要，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安全鞋、工作裤，还有工作服、头巾、袖套、手套，这都一定会必备的。然后如果说一些比较会有沾染喷溅或相关的感染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穿防护衣。那如果穿防护衣的话，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代表我们工作时间一定要尽量的减短，大概3到4个小时之内一定要赶快把眼前的问题先处理掉，因为防护衣不透气，闷在里面的话，真的连鞋子都可以倒水出来。那会有比较危险或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其实我们最怕的是感染，像我们在现场的话，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往生者他所制造出的污染源，像我们说的血水啊这些的，那可能会造成过敏。另外的话，就是现场的话，常常我们会被割伤给刺伤，因为可能碎玻璃，还有在拆除的时候可能会有钉子啊、木片啊这些，可能会扎到自己的身体啊。那像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是说像囤积症的房子，它房间里面因为堆积啊，产生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有时候东西清一清，突然东西就垮下来。哦，对对，然后就开始往自己身上砸啊什么的。我也被砸过好几次啊，说喷血啊什么都有。那因为我们有知道，就看很多报道，发现你们很多当事人其实都是孤独死的状况。那很好奇，这些会面临孤独死的当事人，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共同处境？孤独死的个案对象的话，长期的话，可能我们在现场会发现，他可能工作不稳定，或者处于失业的状态，甚至他跟家人至少都10年以上没有联系。我遇过最久的，大概40年以上都没有跟家里联系过的都有。然后甚至是说他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长时间的工作，然后没有与人有太多的接触，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在现场里面都会发现，大概都是属于这样的类型。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你过去有遇过的？一开始我从事特殊现场的清洁，那时候有遇过一个案例，刚才有说40年以上没有联系嘛，他那时候是房东委托我来去做清理。那时候我们在清理的时候，我们就跟房东也会闲聊嘛，他就跟我们说，这个房子的话是奶奶给他的，他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房子，奶奶都不管，可是他唯一的要求是要等这一位房客过世以后，你才可以做处理，要不然说你现在把房子卖了要处理掉的话，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房东跟我说，他在他们家里住了快40年，比房东年纪还要大。那时候房东一直以为那是他们家的哪个亲戚，因为逢年过节都会来跟他们吃饭，然后一直到继承这房子之后，后来他也没有跟这个房客收房租，然后甚至还会给他钱让他去吃饭，因为往生者年纪也大了，工作也没有那么好找了，这样，然后一直顾到他过世大概2-3天后发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再去清理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说，当时有找到他们的家人，没有一个家人愿意出面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自己委托我们来把这件案子处理掉。那其实在那清理过程中，慢慢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说，那老人家以后该怎么办？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不断的要去找可以接纳他可以去居住的地方。后来其实在很多的工作里面就会发现，很多的很不良的一个居住环境，可能他顶楼加盖被隔了好几层，老人家只能住在地方，甚至在地下室。有的时候再去现场的话，有一些委托案的时候，跟房东再去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他们很不愿意租给老人家，因为他们就是怕老人在里面过世了怎么样。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居住环境，他们愿意租给老人家，是因为房子的价值本身没那么高，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让他们有这样的居住空间，也可以再收价格再高一些。我觉得他们没有选择了。对，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之前好像有跟朋友一起创办一个 NGO 嘛，就是结合了社会服务还有这个命案的清洁。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把这2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啊？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慢慢转变。我们那时候去找一些弱势的个案，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清洁维护的工作。那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去做一般清扫的时候，委托人都会说，我很支持你们做的工作，但是说你不能带个案进来我们家做一般清扫，他会觉得说他们的手脚不干净啊，会觉得他们以前是个案，我就是不放心，有前科之类的。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因为他们也要生活嘛，那如果是死亡现场的清理呢？一般的状况下，人家都会希望你赶快过来帮我们处理，他不会去计较你什么样的身份，他也不会去问这些事情。我们还是会如实的说啦，对，我说你们会介意，那我们就不要委托嘛，对不对？那可是他们其实在打扫的，他们也很珍惜这些工作，那甚至找到的东西什么的，他们也会主动帮往生者给整理起来。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只是说他们可能在做一般的工作的时候，有些人还会用一些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那只有在做这一类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比较有机会。一般人会认为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弱势者那么好，他们可以活下去就 OK 了。他们说觉得做一般的清洁、整理、打扫，为什么需要可以拿到这些费用？那可是另外的环境不一样啊。如果是像做这种特殊暗场的话，相对我们可以给到他比较好的费用，让他们可以早日的脱贫。也是因为在疫情的期间里面，在这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人因为经济状况还有一些压力，走上了绝路。后来我就想，那我有什么办法让这些人可以不会落到这样的情形？那会曾经因为这个工作遭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吗？有，很长。我之前的时候刚好要卖房子，当对方知道我的工作之后，本来都谈好要签哦，他直接说他不要。后来像我们会去租仓库跟营业的地方嘛，对不对？听到我们的工作之后呢，租不太到啊之类都会遇到。甚至我们有遇过，我们在搬东西走过去，突然有人从后面喷我们酒精啊之类的。对你来说，这个会是你工作最辛苦的地方吗？还是会有更多其他更辛苦的地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再去做什么坏事，甚至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后，我的亲友听到以后就讲两个字：恶心。那我觉得我做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做的我来做，为什么这样就恶心？我在想象，面对这么多的质疑、怀疑或者是一些恶意，那一定还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有成就感的地方。哪些地方会很有成就感吗？不然怎么坚持下去？这边的话会有2个状况，刚才就讲那些人他可能有这些反应，那对我而言我都会讲干我屁事啊。我会觉得反正你觉得恶心那是你家的事情，你自己要去代谢那个情绪。另外一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这一行的成就感是我可以把现场给还原。第二个的话是我觉得这行会让我继续想做的原因是我可以找到往生者与家人之间彼此最后一个和解的机会。我曾经遇过同行，他跟我们讲说所谓的特殊清洁它只是一个噱头，他说把东西丢光就好了，可是清洁只是一个手段，重点是找出生者与死者之间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他们互不往来，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解方，可以找到他们彼此之间活着的人他不会再那么怨恨，可能他们家里因为某些问题所以导致家庭分崩离析，可是后来我们再去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原因，他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当初家人会这样子对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可能遭遇到什么困难，他可以去理解到，他可以回想出他以前他们曾经过往的一个美好的过程。讲实在话几率不高，但是我们都一直试图找出到这些答案。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这一期的观众分享的呢？其实像现在的很多的媒体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有探讨所谓的特殊清理的女人，甚至慢慢有理解到所谓的孤独死的相关的问题。这些影像跟媒体的传播以后，我会觉得说大家可以慢慢意识到是说有很多人每天都会遇到，可能也在你我周边，可是他很辛苦也很艰难的在活着。像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每一天都在生活着，而他们是很辛苦的是在生存着。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发现到这些问题，去帮助到他们？那今天呢就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罗拉拉精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